谁为生无死痕？落我心中沉沦，为一身锦绣落满泪痕，凝情望断问红尘。 这里布有结界，不会被发现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儿臣只想知道，是不是您在锁魂镯上做了手脚？你是说，从天书尊者那里偷来的手镯？果然是你，锦绣。手镯不是我交给你的，是你违反天规，自己偷来的。偷来之后交给红茶妖使用。今天。 为什么来找我问这个罪？我向天书尊者请的是锁住红年的妖力之物，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噬之力？如果你安心历劫，不回中天，此事怎么会发生呢？锦绣，天书尊者警告过你多少次？逆天改命，必遭反噬。他有今天的结果。 你怎么能怪别人？要不是你贪恋情爱，那红茶本可以平安地做一世凡人。如果你不去招惹他，他怎么会为你灰飞烟灭？杀死他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今天的结果，是你必须承担的后果。你是未来的天帝，何必在乎凡人妖怪的生死？ 苍梧山那些人受到三昧真火燃烧，痛苦不已时，你不也是一剑刺死，让他们得以解脱吗？若不是您让天兵血洗苍梧山，苍梧山又怎会生灵涂炭？生灵涂炭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命太一真人不要大动干戈，只要把红茶妖带回来即可。可是他为了邀功，自行其事。 甚至联手苍梧妖怪，造成生灵涂炭。身为神法者，他做了最不该做的事情。既然话说到此，我也告诉你，即便他是你的师傅，联手妖怪造成生灵涂炭，我中天绝不姑息。传令，在。太一真人贬为下仙，押送下界。是。 父王，如果你能早日点亮天地星，心无旁骛，怎么会有今天这个局面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你连累。父王，儿臣只愿天下太平。若身为天帝，要如此是非不分，将自己的权力和威严凌驾于他人的痛苦之上，那这天地之位。 儿臣不认也罢。师父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锦绣。 望你继位帝君，守护中天。
你与我在一起时，总是会遭遇痛苦与不幸。我无力守护你，却自私的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最终却还是害了你。也许只有你离我远一些，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才能真正得到幸福。沈浩，有急事相报，昆仑军他出什么事了？昆仑军在夜火桥跟天官打起来了。求求你了呀，昆仑军！这再耽误下去，这整个流转的时辰都给耽误了呀！我说了，要么就让我和师兄弟们一起过去，要么我就不走了。这流转全凭生死命数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？是吗？那我就真还不走。好，那你再打我一顿吧。天后，你又在胡闹些什么？在那夜火桥上之人是我的师兄弟，我等着他们一起过桥之后再结兄弟之义，有何不可？怎么能叫胡闹呢？你可知你和锦绣同为天地星入室历劫，苍梧一世，你们两个的天地星闪烁不定。你为救师兄弟而死，渡人渡己，定会成为帝君。下一次历劫尤为关键，不必在乎这一生的兄弟之情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反正也不会有记忆。纵然只有一世又如何？他们与我有恩有情，我理应看着他们过桥。他们没错，他们不是中天历劫的牺牲品。中天的帝君就是要踩着牺牲品的尸体往上爬的，又怎可拘泥于小情小爱？儿臣从未想过点亮天地星，也从未想过当帝君，幕后还是多劝劝哥哥吧。你，神尊大人，天地星历劫还未完成，时辰快到了，您赶快完成流转吧。苍梧山的人呢？他在月池台中央，身影披墨色云长。谢谢孟婆了。日后中天王还我这个人情便是。却为他盛放一树梨花暗于秋霜。他的裙角也烛光，无声楼中是微茫。若余生守望，却天各一方。若求为何在此？苍梧山一役，北仙界的3位活力心怀愧疚，自杀而亡。他在月上伏笔时候，不曾遗忘。花期人未改，愿不与虚妄。盼着故人久别无恙，何时相望？只说千起。当不当帝君，由不得你。时辰已到，必须过去。盼着故人来日。
方，待归来，人皆不忘。参见帝君。又有何事？钟仙被我抽了神识，在他的神识中，我看见了锦绣。既然都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问？昆仑君历劫归来，你不管不顾。如今锦绣不顾天地星历劫的规则，擅自返回天庭。你竟还主动替他遮掩。天地星自有其规则。天地星双双历劫失败，帝君果真只在意锦绣一人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就再问一遍：锦绣究竟是你跟谁的孽种？够了！我再说一遍，此话不许再问。万年来，锦绣敬你为亲生母亲，你不但苛对她，今天竟然如此称呼她。我说她是孽种，难道错了吗？当日我诞下昆仑君，你却在我临盆时把他也抱回来，还对外称是我诞下了双生子。你对得起我吗？此事已经过去万年了，就不能放下吗？你究竟跟哪位仙子所生？凭什么非要他继承帝位？到现在都不愿意告诉我真相是吗？有些事情你不必知道。好，既然你为了那个野种不惜干预历劫，那也就别怪我了。天护王篡位，天女已经在逃，我暂且将我的双目交给你，务必找到天女，把她带到这儿，不要惊动中天的人。是。去吧。我儿日后的命运，就全仰赖你了。参见神后。免礼。你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不久便会痊愈。谢神后相救。北仙界闹到如今这般境地，我也没有料到。你从前与中天频繁往来，中天对你有所亏欠，我救你也是应该的。
承蒙神后关照，神后救我，我感激不尽。但中天王对我所做之事，恕路遥不能原谅。哼，好一个不能原谅！我从前就觉得你的性子与我有几分相像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与中天王的恩怨，我并不在意。我救你，是有一事相托。神后但说无妨。昆仑君作为天地星下界历劫，我无法干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助他一臂之力。我若是你能够帮助昆仑君率先完成历劫，我便将中天神后之位交给你，助你重夺北仙界。路遥自当尽力。好，这是给你准备的转生令，已被我下了符咒，北仙界的人是不会找到你的。你拿着红线到夜火桥找到昆仑君，这红线能牵住你们未来的命运。我都跟您说了，他们已经离开了呀，您怎么就不相信呢？要是你忽悠我怎么办呢？小胡，天女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陆九和锦绣共同入世历劫，天地星历劫不可干预。如果我想追回阿九，就必须前去，和他一同历劫。那我可以和你一起去。那太好了。真的？嗯。不过，我要先等一下我的师兄师弟们。其实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干什么？路遥，我不会这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走。我的个娘嘞！可别再来一回了。浩宁，我为你找到凝魄珠，今夜就可以恢复本体了。人间百年，世有一小国，云人妖共存。世人皆论没有章法，此国故得名无章。人妖如何共存？不久之后，恶妖伤人，生灵涂炭，无数捉妖师聚于此处，才回归平安。如今
今有献王昏庸无道，欲求长生，无章国内却怪事频生。你们两个，是。将军是不给本王这个面子呀，还是嫌本王的侍女不够漂亮啊？殿下需以身体为重。说来奇怪啊，最近本王愈发的觉得身体沉重啊。无能的庸医居然查不出本王有什么病，废物！李忠，殿下，看本王口谕，明日就将那个无能的庸医拉出去斩首示众。是。殿下，太医并无过错，无能便是过错。最近本王听说城中妖祟肆虐，死了不少的人，就连宫中也死了有180人了。你可是最近卓拔的法部大将军，你可不要像那些庸臣一样，令本王失去耐心。别怪本王没提醒你，以你现在的官职，如果一旦犯错，那是要灭九族的。本王答应你，从明日起，你可以不来上早朝问安，只管着城中的妖祟一事便是了。下面来。谁不知道他坏事做绝呀？杀了他的人肯定的是忍无可忍。这是自杀了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坏事做多了，遭到了报应。你们就这么想让他死吗？这方圆百里，有谁不想让他死？杀了他的那个人，那就是活神仙。仗着有几个钱，大舅子又是知县，整日横行霸道，不经横死当真是报应。要我说，查不清楚才好。哎呀，你跟他解释那么多干嘛？说了他也未必能听懂。看他那打扮，大户人家官商勾结，他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再大点声得了，我能听见。将军，破坏现场，吓唬百姓，回去自行领罚。是。去打探一下。哎呀，将军，
有什么好打探的？百姓知道的也就那些事。不过我刚才是听明白了，你问我就告诉你。此人叫郑可，是当地有名的富商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仗着朝廷有熟人，狗仗人势，胡作非为，无恶不作，狼狈为奸，狼心狗肺。哎呀，将军，咱们回去吧。这个人不是自杀的，就是被人勒死吊在上面的。毕竟仇人那么多，杀人的事交给刑部去处理就行了，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此事没有那么简单，恐怕他真正的死因，乃是溺水窒息而亡，而脖颈之处的伤，乃是他死后被有些人故意而为之。淹死的？可这个房间也没有水啊。取发。将军，这是生死烟，3根点燃的木棍代表他的3魂7魄。木棍点燃之时，尚有一丝妖力隐藏其中，但3根木棍可点燃，说明他的3魂7魄完好，并非是那种吸人魂魄的恶妖作怪。暂且将尸体运往刑部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有新的发现。刑部的仵作验尸发现，尸体中还有一些水草，是附近莲花池里的。这个莲花池是郑可前些年买下的，用于观赏，旁人连靠近都不行。10年前，莲花池附近的借宿之人突然莫名消失。自那人失踪之后，莲花池里的莲花，每年开得比别处晚，败得比别处早。无论先前开得有多好，都会在6月16日那天准时凋谢完。所以将军怀疑此事与莲花池有关。走。去哪儿？凶宅。啊。这房中的符咒之物被突然摘除，就连郑可身上的玉佩也无故折断。将军是怎么知道的？眼睛看到的。那我们今天来是不是捉妖的？斩妖魑魅魂收命，急气如律令。行了行了，这妖道行尚浅，不是邪恶之药，那收妖符用不上。那我们今天来干嘛？等。等？你是莲花精？是。郑可是你所杀？是。小女子是为报恩，才向他复仇。报恩为何杀人？10年前，我生于莲花池，池水枯竭，多亏了一位公子，一位在我池边寄居的行乞者，他日日为我浇灌，让我幸免于难。然而那一夜，公子偶然得到一只龙宫水晶瓶，
郑可为了得到这宝瓶，趁他不注意，就把他杀了，埋于我这池中。第二日一早，以水灌之，试图掩埋真相。你既是妖怪，当有法力，为何不搭救于他？他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会不想救？只因那时修行太浅，几无法力。直到3年前，我才躲过天劫，勉强修为人身，却又惧怕屋中的符咒，不得出来行动。所以，你故意让这池里的莲花在每年6月16日凋谢。尸骨沉在池底，无人知晓，恩人必定难以瞑目。我本意是想叫人发现池中古怪，或能让恩人的尸骨重见天日，可惜始终无人领会。你的恩人并非富贵之人，为何会有如此贵重之物？那只龙宫水晶瓶，本是我为了报恩，特意在暗中指引恩人寻到的。不想，竟惹得那郑可起了贪念，反为恩人招来祸事。那你可知郑可他房间内的符咒之物，还有他的玉佩，为何会突然损毁？不知。那此事必定是有人刻意而为之。莲花精，凡事必定有因果，天命已定，又怎可逆天改命？郑可虽有罪，但尚有刑部制裁于他。你杀他，便是乱了规矩。今日我收你内丹，化为本体之后，望你好自为之，离开无章国，好好的修行渡仙吧。还站着干嘛？交出内丹，赶紧离开！小公子，酒店好。小公子身子近日可还舒适？不打紧，我继续给小公子治病，小公子的病很快就会好了。孩童真是令人生厌。去死！神仙姐姐救我！你这狐妖还想往哪里去？你专伤孩童，夺人魂魄，以及伤了数十条人命，今日落到我手里，算你罪有应得。哼，就你，区区一个捉妖师，还想拦我？毒妇奸臣！
条生路，姑娘提什么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。我还没有提条件，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是我作孽太多，还请姑娘原谅。我要你的内丹。姑娘万万不可呀！姑娘有所不知，这内丹对我们妖来说乃是至宝，是修炼的正解，炼成十分不易。若是舍弃内丹，所有的修为也会一并消失的。内丹还是命，你自己选。记住了，没有下一次。谢神仙姐姐救命之恩。你不认识我？我前日才与姐姐相识，连姐姐名字都未得知，又怎么会认识？没事，是我认错人了。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外来了？我乃吴章国，最大药铺老板家的书童。药铺老板，还要什么书童啊？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家公子啊，可是青城学院的学生。前些日子，在一个同袍的提点下，非说要退学，发展自己的药铺，还将那套理论传授给我，让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本欲记录各花草特点，编辑成册，来了郊外寻觅，不料遭如此变故。失了忆的菊仙童，没想到还是这般细心。姐姐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你不是说你家公子在青城书院吗？那位游说他的同学是相府之子昆仑君。姐姐，你认识？不认识。我跟你说啊，城外妖怪作乱很危险的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一个人早点回去。姐姐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大家好像对郊外妖怪作恶一事漠不关心，此次回去他们问起，我肯定又要被他们嘲笑了。没关系的，他们要是问起来的话，你就说是一个姐姐救了你。那神仙姐姐，可否告诉我一个姓名啊？木仙。最近城中妖怪伤人的案子越发频繁。是啊，这个月都已经有4起了。你可有发现这4起有何相似之处吗？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如此不可教也。第1起，念。第1起，死者是城中有名的恶霸，烧抢掠夺，无恶不作，捕快尚不能近身，却被螳螂精刺穿喉咙而亡。第2起。第2起，擅长制毒的采花贼用自制毒粉迷于女子后，将其侮辱，又毁尸灭迹，被生父子精加以勾引，引毒七窍流血而亡。这第3起，当街殴打府中家丁、酒店小二，对生身父母拳脚相加的混账，被熊瞎子撕咬致面目全非，血流成河。还有那第4起，也是城中有名的恶霸，逃脱在律法之外，被害也是民之所向。但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，死不足惜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只怕一切都是故布疑阵，否则为何死去的全部是死有余辜、凶恶之徒？
但他们确实是受过伤害才报复杀人，只是巧合吧？将军何必想那么多？情有可原，却又过度巧合。库伦呢？回来了吗？刚回来，被禁足了。情悲欢离合又如何？漫漫长路前尘早